这绝对是我见过恶劣天气下最爽的野外露营。当一场巨大的暴雨降临在二山无人森林时，善美竟然带着一个超豪华的露营帐篷开车来到这里，因为今天她要带着妹体验一次她最喜欢的暴雨露营生活。当雷声再次响起的时候，善美已经带好了装备，来到了阿尔山深处。跟着她一起来的表妹还不知道为什么要来到这里过夜。不过令她没想到的是，善美的后备箱里面竟然藏着一个火柴。为了能让超级帐篷更好的展开，他们两个需要先将椅子铺在地面上。接下来需要将200斤的帐篷抬下来，然后平铺在椅子上。现在阿尔山的气温在10度左右，他们需要加快速度了。长时间的淋雨很有可能导致身体失温。此时我猜你所在地区的温度在18度左右。如果我猜对了，你就在评论区吱一声；如果错了，你就甩给我一个表情，让我自己体会。帐篷铺好之后，现在只需要将充气泵连接。打开充气泵之后，接下来这片森林中即将就会出现一个非常豪华的露营大帐。当帐篷充气之后，善美将充气泵卸了下来，而之后顶级的暴雨露营生活要正式开始了。善美的表妹做梦也想不到，在雨中的这次露营竟然会成为她今年睡眠质量最高的一次。虽然现在没有刮风，但是为了更好的提高帐篷的稳定性，善美将地钉牢牢地凿入地面，然后她将汽车开到了帐篷门前，这样第一可以方便用电，第二点以防突发情况可以随时上车。有大白在门前，她觉得更有安全感。善美将纱窗打开之后，表妹也跟着走进来。他们先将中间的隔断拆掉，帐篷很大，而且里面拥有着3个房间，内部是2个独立的卧室，外部是一个很大的客厅。但今天只有他们2人居住，所以他们就不需要中间的隔断了。现在外面的雨很大，善美和表妹将帐篷所有的遮阳帘全部打开，这样能在听到雨声滴落时，还能看到雨水滑落的美景。而接下来他们要脱掉雨鞋，开始布置帐篷内部。表妹的鞋已经湿了，要善美帮忙才将鞋脱了下来。现在他们要将帐篷内部擦干净，虽然外面的雨很大，但是帐篷内部非常舒适，底部有一层防雨垫在最下面，而帐篷的底部也有一个冲击层。善美2人只需要在上面铺上一层毯子，就可以舒适入住。此时外面的雨越来越大了，善美突然想起贝拉还在车里，她把贝拉也接到了帐篷内部。现在一家3口已经聚齐，他们现在也要开始打造家具了。看着充气床在慢慢的升起，此时的贝拉也开始和善美折腾起来。之后善美将中间的隔断帘也卸了下去，现在整个帐篷看起来更大，而且采光也更好。紧接着善美将沙发组装好，然后将车内所有的厨具以及生活用品全部都拿进了帐篷，将射灯接入到移动电源中，帐篷内瞬间就变得非常明亮。现在的天已经快黑了，可外面的雨却还在持续。躲在帐篷里的表妹第一次在雨中露营，就爱上了这个感觉。傍晚时还是会有一些冷，善美也将壁炉提前组装好。现在夜幕也已经彻底降临，他们2人也要开始准备今夜的露营晚餐了。在这种下雨天，而且帐篷还带有一些凉意时，谁能拒绝一顿热乎的火锅呢？善美将所有喜欢的食材都放进了锅里，然后倒入水之后，就开始在炉子上开始加热。现在外面还下着小雨，帐篷内的火锅也开始翻滚，他们也开始在舒适的帐篷内享用美食。善美的表妹今天和她聊了很多，她从没想过能在野外的雨中露营，更没想到这次露营竟然会这么舒服。饭后，善美感觉有一丝寒意，就将提前准备好的壁炉点燃。感觉到温暖的表妹听着雨声已经有一些困意，而且令她没想到的是，今天的雨中露营竟然让长期难以入眠的她很快的就惊人了一下。